大家新年好！2024年龙年已经开始，花花预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财源滚滚。也祝福大家2024年的多肉都能爆盆，都能安全度夏，都能养出好的状态。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今天花花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温差对多肉上色以及多肉出状态的影响。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资深玩家，虽然不知道其中道理，但是好像都知道一件事情，秋天是多肉最容易上色的季节。问起来原因，大家好像会说，因为秋天温差大呀，整个圈子里一直都在说温差大，大温差。那么到底多大的温差才会上色呢？5度、8度、10度，还是多少度？虽然阳光上色和依靠温差上色靠的都是花青素和胡萝卜素，但是上色的原理却差别很大。唐朝的植物学家杜牧在他的《山行》里精辟地论述了肉肉在秋天着色的原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寒山指出了秋季上色的大气候条件，枫林指出受温差影响特别明显的物种，而霜叶和白云深处则明确指出大温差在红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不管是什么植物，秋天都很容易变颜色，展现出绚烂的色彩，所以多肉也不例外。因为无论什么颜色的肉肉，叶子里都含有大量的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那么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些素与温差的关系。叶绿素，叶绿素的基本功能就是光合作用，呈现为绿色。叶绿素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可以把光能瞬间转化成电能，再转化成化学能。这些化学能就是植物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葡萄糖的关键能量。这种高速能量转化的能力，注定了叶绿素是一种化学性质非常活泼的东西。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叶绿素是很容易被破坏掉的，于是植物就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叶绿素来替代那些被破坏的旧的叶绿素。由于叶绿素的重要性，肉肉合成叶绿素的速度也明显比合成其他色素更快，在它们生长旺盛的时候更是如此。观察黑王子这样的深色肉肉，我们常常会去看叶心的颜色，当叶心呈现为绿色时，我们就知道黑王子在旺盛的生长。大多数品种的肉肉在发生徒长时也呈现为绿色，这也是因为快速生长时肉肉来不及合成除了叶绿素以外的其他色素，于是肉肉就变绿了。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可以呈现出黄色到橙色区域中的各种颜色。类胡萝卜素的功能也是光合作用，虽然光合作用的效率比较低，但优势是化学性质稳定，不容易被分解。在叶绿素跟不上的时候，类胡萝卜素就能起到后备部队的重要作用。那些黄锦肉肉比白锦肉肉容易存活很多，就是因为黄锦中含有类胡萝卜素帮助进行光合作用，而白锦则没有。在低温环境里，肉肉产生叶绿素的能力逐渐减弱，叶绿素被破坏的速度大于形成的速度时，绿色就会逐步的退掉。于是叶子里比较稳定的类胡萝卜素就会呈现出黄色和橙色来。枯黄的叶子呈现出的黄色就是类胡萝卜素的颜色。花青素，花青素可以呈现出红、蓝、紫色系的颜色。不过花青素完全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对进入植物细胞内部的阳光进行调节。在阳光过度强烈时，花青素可以阻挡和反射掉一部分阳光，从而保护内部的细胞器不受烈日的伤害。当肉肉的温度过低的时候，花青素可以直接将阳光转化成热能，帮助提高自身体温，保证内部化学反应的正常进行。花青素既能够防护阳光侵害，又有吸热的功能，这对于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肉肉来说是好事情，因为那里日照强烈，而且气温比较低。但对于我们中国的花友来说，花青素是个相当矛盾的东西。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夏季都是阳光强烈，同时气温又高的气候特点。花青素呢，虽然能够起到防护烈日的作用，可又同时在烈日下吸热升温。
越是晒太阳，肉肉越是生成更多的花青素，于是在烈日下的叶片温度也就越高。一旦温度高到了一定程度，肉肉也就死了。所以顺利度夏的秘诀之一就是烈日下一定要遮阴，尽量避免高温天气里的阳光直射。无论阳光上色还是温差上色，其核心目的都是在不影响肉肉健康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叶绿素的比例，这样肉肉才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半阴的环境会促使肉肉加大力度产生叶绿素，同时减少花青素的合成量。而水分相对不足时，肉肉会提高花青素的合成量，以便让阳光和水分保持平衡。在昼夜温差达到8-15度，并且最低气温低于10度的时候，肉肉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会降低到最低水平。对于某些品种的肉肉来说，这种环境下甚至会完全没有叶绿素存在。这时候，这个舞台上就只有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在表演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状态全出的情况了。由于此时光合作用的重任完全由类胡萝卜素来承担，肉肉的生长也会变得非常缓慢，自我修复能力和各种抗性也会变差。所以不要以为全状态的肉肉是非常健康的，相对来讲，它们反而需要更多的呵护。这就好比长白山的秋天一样，虽然绚丽多彩，但却是即将归根的落叶在寒冬来临前给我们上演的最后一场大戏。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秋天是多肉最容易出状态的原因，其中的原理是因为秋天温差是一年四季中最大的。介绍完叶绿素等对多肉上色的影响外，再从外界因素，也就是紫外线以及温差两个方面来说说它们与上色的关系。如果你觉得刚才介绍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别忘记给花花点个关注。外界因素一，紫外线。有人认为是光照导致多肉变色，但实际上紫外线才是关键因素。在紫外线的作用下，多肉植物的叶片才会产生颜色的变化，尤其是在秋冬季节，紫外线更加强，所以这也是多肉更容易上色、更加红润的原因。说到紫外线，最好是直接晒太阳，因为透过玻璃的光线会减弱，从而影响变色效果。因此，露养的多肉植物比室内的颜色更加艳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露养的多肉更容易变色。你可以做个小实验，把长期放在室内的多肉移动到室外的窗台上，过几天你会惊喜地发现叶片颜色开始变化。当然，并不是所有多肉都会变红，因为每种多肉都有自己的特点，颜色也会因品种不同而不同。比如黑法师会变成黑色，火蓟会变成火红色，红之玉会变成粉色，黄栎则会变成黄色等等。紫外线不仅仅是多肉植物变色的关键因素，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多肉的颜色变化，比如温差。二、温差。温差是一个常被忽视但难以控制的因素。低温会刺激多肉植物体内合成花色素，与叶绿素相比，花色素更擅长吸收紫外线，形成一种天然的保温系统，有助于多肉植物保持温暖。随着花色素比例的增加，家里的多肉也会变得更红。在冬季，将一盆多肉放到户外露养，几天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颜色变得更加红润。而在秋天或春天，当温差较大时，比如气温在9到22度之间变化，只需几天，你的多肉就会变得像水蜜桃一样红彤彤。然而，温差这个因素很难掌控，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好春天和秋天这个黄金时期。当然，初冬时期也可以利用正午这段的光照。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人工变色的方法，比如使用药水。这些药水可以改变叶片中叶绿素的含量，使其变成白色或粉色。但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让多肉变色，但会对植物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建议大家谨慎使用。购买多肉植物时，也要仔细辨别，选择健康的植株。另外，大家心中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算有大温差的环境，那么大温差要多久多肉才能变色呢？其实这个问题与品种和温差的大小有关，温差越大出状态的时间就会越短，温差不明显的话，时间就会拉长。
关于品种的话，比如白凤、吉娃娃可能几天就出来状态了，但是有一些品种可能要1个月才会出状态，比如净叶、大和锦等等。所以如果想要出状态，一定要关注阳光、温差，遇到适宜的环境条件，一定不要错过，折腾肉肉让它上色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关于多肉上色和出状态的内容。你的养护经验里，多大的温差才会出状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本期视频的观看，也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记得喜欢我的内容，帮花花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期见。